让风扬起前方的路，命运在等我奔赴穿越历练的远途。谁没有一身的热血起伏？不过把天赋阴雨灯火阑珊处。人生啊，哪会刀枪不入？对黑夜不屑一顾，何须锋芒来显露？偶尔绕一些弯路，就当活动筋骨。为难千钧一发，我挺身而出。暗涌上心间，我随机应变，只用双拳也不必身犯险。暗涌上心间，又何惧深渊？不露声色，依然紧握手中拳。暗涌上心间，冷静理周全，先听心不照耀，无畏越天堑。暗涌上心间，若逆战难免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才稳健。此片禁制被破，九无师伯出事了。若赤鸟，他们怎么会突然对渡仙门和金鳌岛的人下手？血赤黑纹，通过吸附他人骨血，从而附身操控。云泽的失踪，加上血赤黑纹的特殊能力，渡仙门也不再安全了。所有人誓死守卫渡仙门。门内有数千人，未成仙弟子占大半，元仙以上弟子、长老有数百人，不知有多少会葬身在这场血腥浩劫中。誓死守卫渡仙门。为应对血赤黑纹，我紧急组建了一支纸人军团，将所有纸人按实力由强到弱分为鬼、神、天、地、人5个大队，安插埋伏在门内各处，可随意变化各类形态。但愿能守住宗门。好在提前安置了重瞳3头蛛蛛丝监控，弟子纸人善独战和阵法，是我埋伏在门外的第一道防线。虽成功击退了先锋军，但宗门的这场大战避无可避。敌军尸体就交给你了，人字纸人。
子是何方高人，我竟无法找到她的原始。来了，3000里外，西北方向出现敌军。看来被控制了之后，这些家伙的神智也出了问题。这么快！全都被突破了。劫护池大阵。 战这群恶妖！师父，对不住了，完了完了，我们师兄同流合污了。此次来袭的大妖，修为都在元仙至天仙境不等，师父只是拙仙，恐怕难以应对。到时我自会和师父解释。快走！ 记着，父母斗仙门。竟是3名金仙，一剑一击，竟能击退门内那么多天仙。金仙之道早已得天道认可，可半道而生，长生不死。面对金仙，我再多的算计都是徒劳。今日就算门内天仙全部冲上去，也只能是送死。
金仙，麒麟长老，以1敌3，找死！幻影剑阵。门内只有2位金仙，还有1位便是掌门，但掌门闭关数年，不知。何方宵小，胆敢来犯？掌门出关了。掌门代表着渡仙门最后一道防线，一旦掌门落败，既无忧现身，渡仙门无计可施。九无听令，开启挪移大阵，所有未成仙弟子立即进入大阵转移。挪移大阵已开启，此阵顺地脉方向挪移，瞬间便可出现在万里之外。快走吧，多逃一个，渡仙门的未来就多一份希望。快走吧！灵儿，你带着师傅先走。你不走吗？快去！宗门岌岌可危，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有情师妹，你有一项重要的使命。什么使命？我愿誓死捍卫。不是要你死，而是要你去哭。渡仙门弟子有情娴雅，今起本门道成之缘，人叫太清圣人。师兄，我早淡了凡尘情欲，哭不出来。想象你有一只心爱的宠物，某天它被山石砸到，不幸离世，你将它埋葬，却发现它的尸身被人挖出来烤了。就是这样，继续往下说。渡仙门奉渡厄真人为开山祖师，因渡厄真人师承太清圣人，故渡仙门以人教正统而居。我渡仙门惨遭寻妖算计，望太清圣人明察。不论血池黑纹背后是否为西方教，其目的都是挑拨道门三教。此事涉及圣人之争，唯有人教太清圣人才能化解。有情心思澄澈，是哭拜太清的不二人选。但愿太清圣人真能听到。是挪移大阵，竟想安排弟子逃跑，做梦！进攻挪移大阵！阻止他们！凌云破邪，一焰明光。麒麟长老亮了麒麟本体，这是准备以死相拼。原则，他们怎么成了金仙，还出现在这儿？
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给我上！必须拦截他们。群妖攻山，何其猖狂！我二人路过，斩妖除魔，护卫人道。你们有本事正面战贫道，老子逼毙了你们妖祖宗！老子逼毙了你们妖祖宗！让我服了他！天子指人善于应变，用以诱敌入阵。仙门以人教正统而居，我渡仙门惨遭群妖算计，望太清圣人明察。太清圣人要救渡仙门啊！老师，他们拜的是您的太清圣人像，您不愿走动，弟子也想安心修行啊。也罢，让我看看发生何事。人教奉无为之道，旨在少沾因果，专心修德修行，却不代表事事无为。渡仙门是渡恶师弟所创，倒是可带上他一起过去。华夏不反应，渡仙门有救了。此事已成，人教高手定会来援。这段传音，望有情师妹勿对旁人说起。长寿师兄还是这般不慕虚名。快挡不住了！所有弟子，肃静挪移大阵。爷爷，我又回来了！开启第二波诱敌行动。还剩最后一批弟子，必须保证挪移顺利进行。
天子指人配合阵法，歼灭敌方1/3战力，总算拖够了时间。死这么多傀儡，什么都没干成，废物！看来本女王大人得冒一次险。群妖听令，全力进攻，绝不能放走一人。青翼苍鹏是天仙境，怎么比金星更有威压？这两人是真仙境，为何术法威力堪比天仙境？这并非本体。这两个天子纸人已经完成幽妖任务，且沾有因果，是时候一了百了了。竟不惜神魂俱灭，护我门中弟子。若渡仙门得存，贫道定要为两位义士立碑祭奠。以为炸阵就安全吗？地脉乃天地间唯一的大道会员无极圣人，盘古的经络所化，走势朝向有迹可循，而被挪移大阵连通的地脉，定有法力残留。在我之上，与他硬拼也无胜算。弟子有一法，可退降敌。想跑？渡仙门一个都不能放过！计划失败，我带友情师姐土遁溜走。师妹，实战体验结束，放行云吧。师兄，你果然……现在达成了大家一起昏过去的假象，或可引青翼苍鹏靠近。
这是遇到同道中，这对手竟如此难缠。神字指人，冲！在鬼、神、天、地、人5个等级中，神字指人的修为仅次于鬼字指人，且携带诸多法宝，最适合高端斗法，还能伪装九巫石帛，骗过幕后主使。微型版72阵，开！趁现在，将大家转移到地下。碧水坤阵，起！风寒杀阵，开！腐化毒阵，散！三元玄火，文道人，阿成是了。不过，管你是大罗金仙还是洪荒狠人，此时此地。也只有一缕神识而已。唉，这才渡劫多久，就跟上古凶妖文道人间接打了个照面。洪荒比我想的还凶险。本女王大人神识清零，还什么都没做，就被烧成灰了。谁在说话？算了一路，也算不出你是谁。竟能逼出少爷为我设下的遮掩法术，借了太极图的威能，还算不出你的身份。果然是某位圣人师叔在为你遮掩。太极图，那不是太清圣人的至宝吗？难道他是？贫道玄都，人教太清圣人座下大弟子。这可是连妖皇都敢做的玄都大法师啊！道友平白无故害我人教道成，用心险恶。好在渡仙门尚存。尚存？怎么可能？师傅，掌门的师傅，那不就是咱渡仙门开山祖师？渡恶真人，一下来了俩圣人弟子，闻名修矣。
贫道暂且不动了，请转告那位圣人师叔，与其让道门内耗，徒增业障，不如教化人族，积善行，攒功德，方是正途。至于你，若再敢犯我人教，任谁也护不了你。计划失败不要紧，我命要紧。惹不起，惹不起。四周确认安全，本体可以出来了。纸人军团开始回收。接下来，保持晕倒状态，等门内接应。怎么全躺着了？其他弟子呢？你，五师兄、灵娥、玄雅，你们怎么了？长寿呢？怎么全来了？现在装晕还来得及吗？玄都师兄，如你所言，这3人元神枯竭，早已成了傀儡。咱们先去趟金鳌岛，说明缘由。杜二师弟，事关圣人，最好不要外传。据说这事儿和圣人有关。玄都师兄放心，我杜鄂最是守口如瓶。杜仙门什么都不知道，现在已经去接应弟子了。长寿，你在哪儿？长寿！师叔，我们中了迷药，其他弟子在农医大阵出口旁的树林里，你们快去！长寿！长寿，师父，弟子没事。弟子此前将你迷晕。你也是为了为师着想，为师不怪你。师父，我这倒霉师妹露馅儿了！李长寿，你装病骗我！我没有啊，师父。我都说了我没事，您自己误解的嘛。抓到师兄了！这件事都是师兄逼我做的，不关我的事。兰陵娥，李长寿，师兄你教的，死2个不如死1个。掌门，无事，我修习师父新传的法术，不得要领，吐血而已。此战我门内长老风主损失惨重，所幸未成仙弟子得以保全。日前，师父与大法师为我等去金鳌岛走了一趟，算是彻底查清了其中缘由。西方2圣为大兴西方不择手段。手下控制了许多大妖，其中就有挑起3教纷争的元凶文道人。此事必须通知门内，加倍戒严。师兄，西坊教让文道人挑拨道门，有什么好处啊？昔年西坊2圣以宏愿成圣，
即向天道贷了一大笔功德贷款成圣，并许下大兴西方的宏愿。在道门三教遍布洪荒的今日，西方教根本没有大兴的机会。如果还不上贷款，西方二圣恐怕会面临严峻的天道责罚。既然走正途无法大兴西方，二圣便使出了捞偏门的方式，招揽文道人，挑拨道门三教，削弱道门影响力，从而赚取功德，壮大西方教。他们为了赚功德，竟能做到如此地步。师弟，眼下我们该怎么办？此战既有圣人始，亦须有圣人终。有师傅和大法师出面，西方教短期内不敢作祟。如今，元泽他们的魂魄已被送往六道府转生，三教之争也得以平息。我们只能督促宗门上下勤加修炼，以防西方教再出手。六道府原打算安排元泽转生人族，可谁知元泽和忘忧汤前说了句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放心吧，转生这般小事，应该出不了问题。”然后呢？他刚喝下忘忧汤，就被六道河的浪花卷起，打入了一旁的畜生道。下一世应该会是一只黑皮豹。是。西方那两位，当真可恨。大法师，这便是渡仙门最近江城的因缘。渡仙门经大战后，人丁损失不少。我有心想助其兴旺，可老师又不准我多收弟子，为省加速促成道侣、繁衍后代这一条路，只好来麻烦月老您了。大法师，请看。大家都生了情愫，唯独这三星拱月的男弟子没有变化。月老，不如帮帮他。无知钟爱，原来师兄喜欢这样的。灵娥，把我最新研发的吻字经抄写300遍。最近突然心绪纷乱，带我查查典籍。小兽兽，咱这新裙子、新妆容，好看吧？师叔，宗门刚刚经历过一场生死之战，相比起容貌，我们更应该注重提升修为才是啊！长寿师兄，长寿师兄，我有阵法上的问题向你请教。有心师妹，我急着闭关，这是我收藏的阵法典籍，或能为你开导一二。时间紧迫，我先走一步。这位仙门良才似乎过于断情绝爱了些，那他到底想要什么？生来往，莫管情，先已故，难争先。
文静知错，文静办事不力，还请您暂且放过文静一马。文静保证，下次一定完成您交代的任务。女王大人，进来吧。南海那边情况如何？属下奉您之命，在南海打探得知，近日出现了一个功德兴旺的新教派。道门强盛已久，不好对付，不如从这样的新教派下手。西方教此战虽落败，但绝不会就此罢手。复盘此战，我杀了不少业障大妖，应该得了不少功德吧？天道为世间每个生灵设立了个人账户，用于发放功德和业障。为确保安全，我一直随身佩戴获得玉，防助他人推测来历的同时，也将天道发放的功德和业障拦截在个人账户外，待来日一次性接收。业障！我做什么孽了？近日虾妖为祸，杀伤了我神教大量教众，双方交战时竟还误杀了无辜的百姓。虾妖，此事竟然还和龙宫有关，太过分了，这是在挑衅。就是寨主，咱们不能任由他们欺负啊！就是啊，对啊。大家的心情我都明白，我们举办大典，就是为了祈求神的庇佑。大家只需捐出香火钱，将鱼买下放生，神感受到诚意，必会加倍保佑大家。不对呀，卖鱼放生和神有什么关联？况且大部分教众本就以打鱼为生，到处都是鱼，为什么要找寨主买鱼放生？看来是寨主欲借神之名谋利。放生，吉祥！这是妙珠吧？怎么鬼鬼祟祟的和这乌鸦碰头？我们安排在南海龙宫的内应来报，南海龙宫已整装待发，很快就能攻来。鸦神，您放心，经过我的努力，他们现在对南海龙宫可是满腹恨意，定会与之以命相搏。很好，等到双方混战无暇顾及时，我们再派出血赤黑纹吸走功德。届时，女王大人此计真是高明。血赤黑纹，女王大人，又是文道人和西方教的阴谋。他们在熊寨和龙宫分别安插内应，先挑起双方战事，再借机夺取功德。好歹毒的算计！大太子殿下，数日前我们刚整治过他们，今天他们居然还敢举办大典。我已召集所有南海附近的龙族子弟前来相助，好好收拾他们。敖某表兄，你这小矮子怎么来了？敖某表兄，我近日在南海千鳌岛修炼，得知你召集龙族子弟欲进攻熊寨大典。表兄，大典上有许多无辜百姓，贸然开战会给龙族增加更多业障。龙族背负滔天业障数千万年，何惧在天上几笔？南海使君听令，踏平熊寨！奇怪，这些破事跟我的功德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寨的神教，难道就是保佑我们吧，海神！海神！海神！海神一定会保护我们的。海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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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雕像我不是已经毁了吗？怎么还多了1620座啊？龙族和海神教交战，杀伤百姓就是我产生业障的原因吧？而一旦海神教卷入战争，我这个名义上的海神也会背上一笔滔天的业障。少则引动天罚，多则招致灭世之灾。必须阻止战事发生，之后再想办法解散海神教。指挥军团，出！凭你们也敢自称海神教？那个海神像就交给你砸了，表弟。敖乙，不能砸！他怎么跑到南海来了？糟糕，他认识我的真容，现在海神像上还刻着我的大脸。完了，我的身份要暴露了。长寿兄，倘若老乙将海神是东仙门弟子李长寿的事泄露出去，闻道人西方二圣诸多恶果找上门来，我怕是要身死道消啊！稳住，长生稳中取，富贵稳中求。入其路，退则进。长寿兄虽说十分优秀，但尚未成仙，更不可能成为什么海神。敖乙兄，不要声张。为了妥善解决南海龙宫与海神教之间的矛盾，请前来详谈。忽悠小龙第一步，以和为贵，方成大业。成什么？海神像你还砸不砸了？长此以往，争端难消。我现在就去见海神。表兄，在我回来前千万不要动手。可笑，龙族才是海上霸主，难道要让这个不知所谓的海神指点我们做龙？多谢长寿兄指点，我竟不知西方教从中挑拨，险些犯下大错。忽悠小龙第二步，知我心者，莫如长寿。龙族世代背负震碎洪荒的庞大业障，我深知你为解此困境付出许多。长寿兄果然懂我。不过这海神教，忽悠小龙第三步，以退为进，演技之王。唉，此事说来话长啊。总之，海神教并非我立起来的，这种身不由己的滋味儿，你应该明白。这就对了，圣人们也需要功德加持，人教圣人不便自己出面，便选中长寿兄来代管海神教。唉，偏偏他这般不慕名利。长寿兄放心，我向天道起誓，此事我绝不会泄露分毫。成了，果然，面对敖乙这种想法很多的龙，留白就是最好的答案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我能否加入海神教？行善立功，为我族攒些功德。唉，
南海龙宫与海神教又起冲突了，请与我一同平息干戈。表兄住手！尔等休要再徒增杀戮。是海神。海神大人显灵了！海神大人容禀，南海龙宫与海神教的纷争，皆是受奸人挑拨而起。哎呦，海神大人饶命！我招，我全都招。你敢背叛我族？说，谁收买了你？南海龙宫大太子，本座无意统领海域，功名利禄皆如浮云过眼，唯有导人向善，方是正道。这两个奸人交由你处置，望南海再无纷争。海神大人已与我说清，这一切都是西方教的阴谋。我们可以顺着这两个内应继续追查。海神大人，我不该善用您的名义敛财，求您责罚。念你尚未酿成大祸，解除债主之职，以作惩戒。今后债主便由熊不憨担当，首要任务便是将不法获利尽数归还，可有异议？海神大人看得起我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总算处理完了。虽然不得已忽悠了敖乙，但避免了冲突和杀戮，也算阻止了龙族的业障加剧。至于他需要的功德，再另为他想办法。总之，先解散海神教再说。今日种种，本座自责难当，力教本非我意，不如圣人。这是天道功德凝成的祥云，天道也被至教有方的海神大人打动了。吉兆啊！天佑海神，天佑海神教！海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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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神！教宗情绪这么高涨，肯定不会同意解散啊！天道降下这么多功德，看来是要大兴海神教。我再推脱，恐怕会得罪天道老爷。这个海神，我是不当也得当了。稳住！谁说做海神一定要高调？我可以找个形象代言人啊。这个声名在外的小龙就很不错。哼哼。东海龙宫二太子，今日幸得你相助，不知
你可愿加入我教，担任二教主兼护教真龙大护法之职？海神大人对我实在太好了，我敖乙誓将海神教发扬光大。我表兄本性不坏，镇守南海多年，也算经验丰富。您看，敖乙作为二教主发光发热，给他找个助手也好，我可以安心在后方做好一切预防，顺便藏好我的底牌。南海龙宫大太子，你可愿担任我教真龙二护法之职？可是我想，敖某定不辱使命。海神不计前嫌，当真大仁大义。希望教众谨记本教教义，勤俭友善护老幼，不惧艰难得幸果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再招惹业障了。四海平，自家不齐，一定赢。女王大人，接下来。为了像海神大人一样潇洒，我这就启程寻仙拜师。自研法术，画中如幻影。这是一种面容模糊术，让人转眼即忘，绝不留把柄。总算给这1621座海神像都化了妆。以后啊，这个形象就代表着海神。希望不会再有人联想到人教弟子李长寿。这位大仙是谁呀？侧感时都乱码了，他的修为极高。天庭东木宫到访，阁下为何藏头露尾？东木宫，纯阳仙人吕洞宾的前世，如今的天庭南仙之首。我何时招惹了这种大人物啊？东木宫来此，有何贵干？天庭授我监察各地宗门教派之职。近日有人控诉海神教通过阴险算计，夺人功德，危及四海。还请阁下跟我走一趟，说个分明。这两个内应果然掌握了关键信息，你的幕后主使杀人灭口。他们都被控制了。
王大人英明，一封无名送状，便令天庭出动牵制海神，再以血池黑纹控制南海水军，实施灭口。好一招声东击西，死无对证。纪番失利，上头已经逐渐对我失去信任。只有阻止内应暴露我们的秘密，才能补救。无论如何，我必须成功。鸭神，你亲自去。啊，惨了！东木公一句解释也不听。虽然天庭目前处于初创的艰难时期，但等到封神后期，就会一统天地。要想对付我一个小小的海神，简直易如反掌。阁下总算来了，这为何不是真身前来，而是来这一纸人？一眼就识破了，他是谁？身份实力皆高于东木公的，只有从前道祖座下的童子，圣人们的师弟，如今执掌天庭的玉帝陛下。好天！在下以纸人行走洪荒，正如陛下以分身降临凡尘，皆因身不由己，望陛下海涵。阁下如此洞若观火，难怪能被万千教众奉为海神。得天道功德庇佑，又有龙族从旁辅佐，不知这身不由己，从何而来？是谁向天庭举报了我？把玉帝这么难搞的大人物都给招来了，给我惹这么大的事，底牌都要被掀翻了。阁下如此洞若观火，难怪能被万千教众奉为海神，得天道功德庇佑，又有龙族从旁辅佐，不知这身不由己，从何而来？陛下，我故乡有句老话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你想夸我，还是夸你自己？罢了。你竟能识得我的身份，目识得，心不识得。你何意？众生所认识的玉帝，本该居九重天阙，助道祖维护天道。然而，陛下现凭借一纸诬陷，便轻来捉拿我，实在有损天道威严。所以，心不识得。在海神心里，我应为何故？壮大天庭。六圣拜道祖红军为师，随后道门三圣和西坊二圣各自立教收徒。道祖遂立天庭为天道的执行机构，管理众生，由玉帝您执掌。然三界只闻六圣之名，不知天庭。陛下令不传五洲，法不通四海，所以急需广纳人才，以壮天庭。知吾者，南海海神矣。不错，我曾亲访凡间，发现你备受爱戴。那送状确实是诬告。我此行是否来对？在下斗胆。你懂兵法？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何意？用兵之法，其实计策很简单，关键是戏怎么演。交出骄兵将领，饶你们不死！
今日死的是你们！龙族水军现身！啊，有埋伏！接9天10地阵，反围攻！我们揪出了西坊教的内应，他们必不会罢休。到时候，我们用这套兵法对付他们。长寿兄的退敌之法很是周全。此战结束后，我便整理成册，献给父王和节将，尤其是我那个颇为鲁莽的师叔赵公明。妙，丝丝入扣。多谢我蓝星孙武前辈所著的《孙子兵法》。哪怕在洪荒，也是兵学圣典。看来玉帝对兵法非常满意，不如为避免卷入封神大劫，我已在暗中筹备数个方案。这数个方案，因为玉帝的出现，可行性最大的一个已然揭晓。积累一定功德后，入天庭为官。只是结交玉帝有暴露自身不够稳健的风险，但此时可是抱上天庭大腿的最好时机呀！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陛下，早前得闻圣人为3界苍生立天庭，不求回报，在下深受感动，遂匆匆写下12件，唯愿献给天庭，效微薄之力。有劳。龙族竟然会暗中设下埋伏，莫非背后有人指点？既然你们执意都到底，我的孩儿们，化形，把他们全部杀光。鸭神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明白。多谢女王大人多年教化，今日一定完成任务，以我之血肉助大军之躯。血池黑温泉，竟能通过吸食血肉强化自身啊！惨了，我们抓到的2个内应都死了。天庭在此，血赤黑纹，勿再放肆。天庭竟然会救我们？龙族上天，龙族罪孽滔天，且还在怀念远古其霸主之姿。天庭为何要收复龙族？他们又如何能被收复？敖乙那边形势不明，既然我脱不开身，只能说服陛下。收复龙族有2例：四海3界之重地，龙族远古之大族。虽有天地罪孽，然高手众多，
若龙族能入天庭效命，则四海尽归，此一例；若是龙族掌管江河湖海，可扬天庭之威，此二例。想必陛下也已推算到，今日诬告案表面针对我，其实针对龙族。龙族此刻处于危机中，不如……天庭怎么会插手龙族之事？南海海神，又是你！抢我南海功德，又坏我图谋龙族之计，现在还联手天庭折损我大半孩儿。天庭我动不了，一个野神我还杀不得吗？老师又传话了，命运发生了微妙的变动，起因竟是一个人教小弟子。老师，您的意思是，龙族上天是他？还不知海神道号是？唉，如果让玉帝知道海神只是一个人教小弟子，就没神秘感了。但也不可骗。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，长庚行，长庚一同长寿，嘿，好主意。在下道号为长庚道人。长庚。没想到我竟因祸得福。文道人，他怎么亲自来海神庙了？南海海神，受死！什么情况？你是何人？竟敢如此嚣张！不能动了。刚自爆太快，心神被扯得好痛，万不能和他沾上因果。好在本体没有受到损伤。又来人了。24颗定海神珠，你是截教赵公明，为何定住我？南海海神乃是我师侄敖乙的兄弟，道门一家亲，竟逼得海神化身自爆，看打我！他自爆，我也不明白啊。前辈，我是南海海神，真身无碍，你快停手！此事恐会引发西方教与截教之争。那直接杀了他。不可，晚辈有一对策。起来，我要去灵山讨个说法。灵山便是西方2位圣人的居所，一旦闹到那里，二圣为保全西方名声，一定会将我血池黑纹一族尽数灭杀。碰瓷！我被你震伤了道基，伤势为证。你要不要面皮？我也会。这是海神的法器生影球，恰好记录下你的自残。你可是想借此挑起道门与西方教之争？赵公明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咱们不如小事化了，否则我只能拿它去找各教好友观摩。你看，太精彩了吧！好，我立大道誓言，此事作罢。人教，南海海神，这个弟子有点意思。贫道截教赵公明，路过此地结识海神，倍感爽快。大哥，虽然你是未来的财神爷，但我不想结识你，更不想跟你义薄云天。你集体荣誉感也太强了些，难怪封神大劫中
算了，后话了。贫道长庚道人。哦，忘了，我还得去找同门商议三教源流大会之事。哈哈哈！就此别过。三教源流大会，旨在道门三教一起追根溯源，化解矛盾。师兄，掌门传话，由师兄做弟子领队，3天后随宗门前往三教源流大会。我不去，那里可是整个洪荒因果汇聚之地。去。前辈是？玄都大法师。玄都大法师，据说是女娲娘娘捏造的第一批人族，也是人教太清圣人的唯一一名弟子。那最近大佬们怎么上赶着找我？好慌啊！他为何要我去三教源流大会？长寿兄，多亏了摄神珠摄取西方教内应的残魂神石，我已发现他们的阴谋。四海海眼的位置尚未找到，他们竟在打四海海眼的主意。海眼凝聚着天地间的业障，每隔数年便会爆发，吞噬生灵。龙族为偿还业障，一直派高手用身躯填补海眼。海眼是龙族软肋，一旦暴露，轻则龙族受制于人，重则有灭族之祸。事关紧急，我必须将此事告知父王，让龙族防备。文静无能，竟给龙族留下把柄，文静一定将其除掉，消除后患。是谁撩拨起依恋，一点一点粉红的脸，心湖荡漾转圈圈，春风似缠绵。谁的生字也心间，不同凡响为我了解，对着铜镜刻画思念，藏起小垂涎。仙门里初见鹦鹉的眉眼，朝夕的华年，谁在谁旁边？喜欢的情节，偶尔望着眼，小穷佛心心缱绻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事上好奇的冒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透亮了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难解的一道失恋。失眠不许愿，你能不能听见？细节道路千情缘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事上好奇当冒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透来了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难解的一道